把眉眼的距离拉开，这样可以让我们的上眼皮看起来不要那么抛。那针对于比如说产后，你会觉得腹直肌的筋膜都比较松，所以肚子永远都突突的感觉，那这时候可能会去做到。现在因为社群时代，对于外表的要求也变得比较高，自信心增加了，也可以提升你的工作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对于医美需求的年龄层逐渐下降的原因。曾经有遇过一个大概15、16岁的小女生，那她来找我咨询说她想要做隆乳。现在很多小女生发育不良，都是因为在社群上面看太多身材非常苗条的女生，就会开始有一个节食的观念，反而会影响你的发育。所以其实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的底子养好，说不定就会有很大的胸部咯。今天我们就是要针对不同年龄层的医美保养需求来帮大家做一个解析。其实20岁是一个青春正阳的时候，所以这时候其实不太会有一些老化或是松弛的问题。首先针对眼睛的部分，当你的眼睛是比较抛的，然后单眼皮，甚至是有些人会合并眼睑下垂，一些比较无神的情况，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用割双眼皮的方式去解决。那针对一些天生没压眼的人，我们要做所谓的隐横提眉手术，把眉眼的距离拉开，这样可以让我们的上眼皮看起来不要那么抛，整个眼会比较有精神。那针对于鼻子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要做鼻整形。那下巴的后缩或下巴短的部分，我们可以做垫下巴的手术。那针对于国字脸的话，肌肉型的你就可以打针。那如果你是骨骼型的，让你看起来国字脸的话，可能就是要做削骨的手术。那针对胸部的部分，如果说真的发育不良的话，有2种选择。因为如果说你同时有局部肥胖的问题的话，你就可以抽掉你不喜欢的部位的脂肪，把它补在胸部。那如果你就是偏瘦的体质，也没有什么很多的脂肪可以抽的话，那就可以直接做隆乳手术。针对这30、40岁的轻熟龄的朋友，外观的困扰该怎么解决呢？首先就是针对于我们的表情纹，也就是动态纹、鱼尾纹、抬头纹、皱眉纹，这些我们就可以用定期施打肉毒来避免它过早变成静态纹。那针对老化性的上眼皮的话，我们就是可以用割或缝的方式去解决。大部分轻微的眼皮下垂都可以用缝的方式去解决。对于轮廓方面的话，鼻子的话，那当然就是还是得依靠鼻整形。那下巴的部分，我们可以垫下巴。针对眼袋跟泪沟的话，我们就可以做无痕眼袋移位手术，或者是复合式的眼袋抗衰手术来处理这个眼袋跟泪沟的问题。针对我们脸部比较凹陷的地方，如果只是少量轻微的凹陷的话，我们可以用玻尿酸来施打，尤其是针对一些不敢做手术的朋友们。那如果说你的脸部凹陷的范围是比较大、比较严重的，需要比较多的量的填充的东西的话，脸部的填脂手术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它的 CP 值会比玻尿酸来得高很多。针对于脸部的，比如说脸颊的胶原蛋白流失而造成的松弛下垂的话，其实电音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养的选择。到底要打电波还是音波，其实就是要看你的脸型。如果你是比较肉脸，就是有一点婴儿肥那种，它其实打音波会有很好的效果。但如果你已经是脸颊偏瘦的话，这时候其实电波会是比较好的选择。那针对于比如说一些产后的妇女的身形变化的话，胸部的萎缩下垂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自体脂肪隆乳或者是义乳隆乳都可以。如果你合并有局部的肥胖，怎么减都减不掉的话，其实把它抽掉之后，拿来补你萎缩下垂的地方，只要下垂不是太严重的话，其实都会有不错的效果。那针对于比如说产后你会觉得腹直肌的筋膜都比较松，所以肚子永远都突突的感觉，那这时候可能会去做到比如说腹部的抽脂，那甚至是腹部拉皮去改善这个问题。那针对私密处的部分的话，阴道的紧实跟漏尿的话，初期我们可以用雷射的非侵入式的疗程去处理。那如果说是比较严重的私密处的阴道的松弛，可以用阴道的紧实
手术，那甚至可以辅佐以阴道的自体脂肪填补来做到改善。针对外观的部分呢，我们的大阴唇会比较萎缩嘛，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大阴唇补一些脂肪，让它回到年轻时候的样子。那如果你本身就是小阴唇比较长的人，我们也可以把小阴唇修短一点点，然后让你的外观更好看。最后，无论你是哪一个年龄层的朋友们，在你有医美或是整形的需求的时候，寻找一个专业的医师以及安全的诊所，才能够帮你达成你想要的年轻跟美丽哦。看保养就靠医美学，我们下集见哦。